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上个世纪初，日本派出了大量情报人员，他们以探险家和学者身份做掩护，秘密收集云南大理的天文、地理、历史等方面的资料，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。图册亚东映画集就是他们在中国探险取得的成果之一。下面这一组老照片就摘自亚东映画集，反映了90多年前云南大理的城市和人文风貌，虽然很陈旧，却都很真实。原片是模糊的黑白照，进行适度修复上色。1. 五华楼雄姿。30年代，云南大理著名的五华楼，该楼始建于唐大中10年，公元856年，周长 2.5 公里，高30多米，据说可容纳上万人，是南诏宴请贵宾的地方。然而，历史上的五华楼历经数次毁建，每次重建规模都会变小。60、70年代，五华楼被拆除，如今的五华楼重建于公元1998年。2. 大理街景。站在大理城北门城楼上，俯瞰城内街道景象，街道宽阔笔直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两侧是传统民居建筑，古色古香，沿街店铺都在开门营业，门口撑着遮阳棚，远处青山连绵不绝，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太美了。3. 大理西门。这是大理城西门前景象。大理城始建于明洪55年，公元1382年，清代多次重修。大理古城共有4座城门：东门、洱海门、通海门、西门、苍山门、南门、双鹤门、承恩门、北门、三塔门、安远门。4. 大理钟楼。照片右侧高大的建筑就是钟楼。钟楼始建于清雍正年间，后来坍塌了。清光绪3年，公元1877年，重建钟楼，后来又被损毁。公元1992年，在原来的基座上重新建起一座钟楼。5. 大理街头。30年代，云南大理街头人们赶集时的场景，很多当地女子戴着斗笠，身后背着竹篓，在摊位前采购物品。6. 浩然阁。这是位于大理府东面洱水寺旁边的浩然阁，千百年来，这里文人汇集，群贤荟萃。在洱海边上，曾有4座著名的阁楼：天净阁、珠海阁、浩然阁、水月阁，四周遥相呼应，被誉为洱海4大名阁。如今，这4座阁楼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。7. 崇圣寺三塔。大理崇圣寺东对洱海，西靠苍山。该寺始建于公元824至公元859年，庄严佛国，风景秀丽。寺中3座白色佛塔闻名于世，一直是大理的象征。3座塔中最高的塔叫千寻塔，有16层，2座小塔均为10层。8. 路边客栈。这是位于大理郊外一处客栈，客栈前是一条主干道，路旁有一棵百年大树，树冠遮天蔽日，客栈前设有马棚等。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6世纪后期，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思茅、普洱，中间经过大理。9. 木材市场。30年代，位于大理城墙下的一个木材市场，城墙上长满了绿色的灌木和杂草，大部分城砖已经坍塌，商贩们把上好的木料靠在城墙上展示，不少人在这里选购木材。10. 马队护卫。这名腰间插着一把剑的男子，是马队在当地聘请的护卫，看上去威武霸气。在过去，山高林密，很多马帮为了安全通过，会聘请当地的人作为护卫，他们熟悉地形，身手不凡，护卫也能获得一定的报酬。11. 上官美景。上官位于大理苍山云弄峰之路，是自唐代以来形成的拱卫大理的要塞，这里风光秀丽，风景如画。大理著名的风花雪月4景：苍山雪、洱海月、下关风、上关花。上关的花指的是关外花树村有棵名10里香的花树，传说为仙人吕洞宾所种。12. 下关风光。30年代，下关风貌。下关最有名的就是风，
每年春冬是下关的风季，一年之中平均有35天以上的大风，最大风速达10级，下关因此而赢得了风城的雅号。13. 离津局，这是位于下关的离津局。离津局是清政府对通过国内水路要道的货物设立的关卡，职能是为了征收捐税，直到公元1931年，国民政府才取消了离津制度。照片中，离津局位于城门关口附近，门口挑着一个下关离津大理分局的旗子。14. 天生桥，30年代，位于大理市下关希尔河畔，有一座桥叫天生桥。天生桥桥高30米，宽17米，桥孔直径3米，全长21米，是大理通往宝山怒江的交通要道。郭沫若游大理曾留下天下第一桥，人间无双景的名句。15. 观音堂，这是大理的观音堂，位于下关和古城之间，在大理市五里桥乡观音堂村，是大理有名的佛教古刹之一。观音堂建于明代，到了清代重修。照片中，建筑前有不少小吃摊，因为这里人流量大，因此生意红火。16. 观音堂卫兵，观音堂规模宏大，是集戏台、门楼、殿宇、亭阁集于一体的建筑群，后来逐渐衰落，公元1988年进行了重修。照片中的观音阁用大理石镶嵌而成，四周建有水池，观音阁四面建有围栏，3名卫兵站在观音阁前合影。17. 彝族女子插秧，30年代，云南大理郊外一处水田里，一群当地彝族女子正在插秧。俗话说时雨即芒种，四野皆插秧，他们正抢抓节令开始插秧。18. 鸬鹚捉鱼，在洱海边上停着2艘小渔船，船上站着一群鸬鹚。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用鸬鹚捕鱼的传统，鸬鹚被驯化后用以捕鱼，在它的喉部系绳，捕到鱼后将其吐出。19. 洱海风光，洱海边上，一名男子牵着马正在赶路，马背上驮着货物，洱海烟波浩渺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水面上，一艘帆船正在驶往远方。20. 三月街，每年农历3月15至21日是大理的三月街。三月街也叫观音市、观音街，是大理白族人民盛大的传统节日，也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会。照片中，集市上人山人海，好不热闹。21. 苍山古道，30年代，云南大理苍山，几名当地正从山上一条古老的小道上经过，这条小路有些年头了，地上铺的石头都磨平了，远处山脉连绵不绝。22. 鸡足山风光，这是位于大理宾川县的鸡足山，山形因向鸡足而得名。此山是中国10大著名佛教名山之一，素有鸡足奇秀甲天下、灵山佛都、旅游胜地、天开佛国、华夏第一佛山之美誉。23. 街边商铺，30年代，位于云南大理街边的一家大理石工艺品铺子，临街的柜台上摆放着各种精美的大理石摆件，造型图案都是自然形成，巧夺天工，又配以精美的木质底座，是难得的艺术品。24. 民居建筑，30年代，位于山坡上一处果果族聚居村落。果果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彝族的旧称，房屋依山势修建，高低错落。25. 藏族民居，照片中是一个藏族聚居村落，几名藏族人女子正在房子前干活。大理少数民族众多，有彝族、白族、傣族、壮族、苗族、回族、傈僳族、拉祜族、佤族、纳西族、瑶族、藏族、景颇族、布朗族、布依族、阿昌族、哈尼族、锡伯、汉族等。26. 山下吊桥，这是位于鸡足山下的一座木质吊桥，桥头建有桥楼，吊桥下面河水几乎干涸，远处
青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鸡足山风光太美了。27. 大理风光。大理的云海风光，云雾在山峰间蒸腾流动，犹如置身仙境一般。写在最后，回看90年前云南大理老照片，山川河流人文风貌令人惊叹。想不到90年前的大理这么漂亮。大理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城市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前来探访。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大理，那么你一定要来一次。